美国人认定核潜艇将决定与中国的战争胜负，解放军将如何应对？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过去我们就说过，美国武力干涉台海的一个战术选项是使用攻击型核潜艇发射巡航导弹来袭击解放军的两栖舰队。这种战术被美国智库的兵棋推演所多次使用，其主要原因是采用这种战法能够放大美国军队核潜艇的非对称优势。近日，美国海军协会网站发文称，潜艇将统治与中国的战争，这进一步印证了过去多次提及的中国海军面临的潜艇危险远大于水面舰艇的观点。这位美国作者认为，中国海军现代化的发展在舰艇规模和质量方面都令人瞩目，但是呢，又缺少高质量的核潜艇。中国目前的商级核潜艇的技鹰水平估计与上世纪80年代的苏联潜艇相当。中国的近级弹道导弹核潜艇的造成水平可能与40多年前的技术类似。外媒认为，中国海军多年来对反潜作战能力的投资也不够。中国的很多新型舰艇缺少拖曳式阵列和可变深度声纳系统。中国的空中反潜作战飞机的数量呢也不多。直到最近，中国军队开始为护卫舰和驱逐舰配备先进的声纳系统，并且还部署了鱼8反潜导弹。外国人认为，中国军队要将反潜战融入海军文化，还需要数年时间。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只要解放军不能完全抵御美国的海底威胁，就不能说对临近海域拥有了真正的控制权。因此，美国人认为，决定中国海军力量未来的将是潜艇，而不是航空母舰。但他们也承认，虽然美国海军对比中国海军在核潜艇领域有巨大优势，但是目前的准备同样不足。在与中国发生冲突时，美国可能只有6到7艘核潜艇可以使用，不足以改变一场大规模战争的结果。所以，美国海军接下来的发展重点是增加在印太地区部署攻击型潜艇的数量。很显然，美国人已经盯上了中国水下作战力量不足这个短板。那么，解放军如何破局呢？首先，建立有效的反潜作战能力的技术门槛非常高。中国正在快速地弥补短板。中国过去不是不重视反潜力量的建设，而是在相关技术领域存在着不足。比如空潜200反潜机，我们一直等到相关技术成熟以后才开始成批量的装备，包括舰艇上配备的拖曳式声纳和反潜导弹等等。中国直到最近几年才开始大量装备反潜武器系统，说明我们在相关技术领域已经获得了重大突破。第二，中国在探测潜艇技术的研究方面有一个杀手锏，就是对付水下目标的重力探测设备正在成熟。英国与中国都是重力探测仪的引领者。一旦这种反潜技术成熟并部署到反潜机上，将对美国的核潜艇形成非对称优势。时间在中国一边。第三，中国使用泵推技术的攻击型潜艇已经亮相，其静音性能赶超美国是指日可待的。中国下一代的全电推进加无轴泵推技术的攻击型核潜艇，在静音性能上会更上一个台阶。而且据有关方面分析，中国新一代的攻击型核潜艇下脚的速度也会超过美国人的预期。第四，中国正在构建水下反潜作战网络。从中国在海外防务展上所展示的大型察打一体无人潜艇，再到中国准备构建先进的水下通讯网络，美国攻击型核潜艇的一些优势很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内被逆转。总体而言，中国海军的反潜作战力量建设现在虽然还存在着短板，但是正在迎来一个蓬勃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美国想利用核潜艇优势阻止中国的统一，其面临的风险也在快速上升。未来，中国必然会在反潜巡逻机、攻击型核潜艇和察打一体无人潜艇等领域加速发展。美军核潜艇在水下的优势恐怕也维持不了多长时间了。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